所以有些事情不要太执着。我们人就是很喜欢钻牛角尖，遇到什么不顺利的就会想很多很多。但有时候可能没有声音也是一种享受。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加密阿尔法，非常期待与各位观众老爷相见。现在是新加坡时间的2024年5月3日周五下午的2点39分啊。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 Particle 的空头摘要啊。那么 Particle Network 它是今天才启动第一期的测试网，同时推出一个用于奖励测试网参与者的社区平台。那这里就不给大家展开了，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平台获得相对应的积分，那么积分的名称可能是作为以后日常治理的代币的名称啊。这个代币是 PARTI， 获得这样的空投也可以同时跟这个合作项目的奖励以及其他的福利都是可以拿到手的。那如果你正在撸空投的话，请不要错过 Particle 这个测试网，那么它是可以兼并一鱼多吃的这个好处的。在本期空投教程开始之前还是有必要了解一下项目的资讯啊。那首先我们来到它推特的页面，目前是有 683.6K 的关注度啊，关注度还是非常高的。那么我们同时去 Rotata 上也是可以查询到该项目的资讯的。我们可以先简单来了解一下这个项目具体是做些什么的，因为还是有必要给大家科普每天交互的项目。首先那个Particle 的这个翻译过来就是粒子啊，粒子网络它是一个模块化的 L1 的区块链，通常创建通用账户为链抽象提供动力，然后为用户提供跨链的单一地址和交互点，同时提取相对应的天然气其实就是 gas 了，并统一相对应的流动性，这使得现有的 L1 和 L2 能够跨生态系统进行无缝的衔接啊。然后这里是相对应的一个领头方啊，那么它是有那个 Coinbase， 还有那个 Animoca 应该是，我们可以看到相对应的这里都会有所体现。那我们今天开始今天这样的一个空投教程。首先第一步要登录在这个平台当中啊，我们点开这样的一个登录。那么它这里应该是要先去进行一个钱包的认证吧，应该是。我们没有发现它有这样的一个打开页面啊，那它应该是点开这一个之后的话，我们需要去进行点到 Join Now。你会发现这个好像有点熟悉，因为我好像在之前有做过类似的吗？因为可能做的太多了。它同时支持 Google、推特以及那个相对应的那个 Discord 啊、email 啊，同时它也支持钱包的连接。那你这里看一下你怎样连接的方式会比较好，然后你就选择去连接。那如果您是刚入圈的小白，或者是正准备进军空投这个赛道的，但是你还没有注册世界上最大的2大交易所，那么在视频简介处的下方，我们提供了币安和 OKX 邀请链接。那么使用这样的邀请链接的话，会获得全网8折手续费的优惠的同时，享受不定期的空投奖励。那如果你是新手还不知道怎么注册这2大交易所，我们以往的视频当中有详细的介绍，建议大家2个都注册一下，这样市面上所有主流加密货币基本上都是可以覆盖掉的。那随着我们登录完成之后的话，这里会有个邀请码，那到时候我会把我的自己的邀请码分享给各位啊，在视频简介处，到时候大家自行去那个抓取这个信息就可以。相对应来到第3步，需要关注一下那个推特啊，首先要连接一下推特，然后再去关注它。那这个比较简单，我们这边直接点击一下授权。授权完成成功之后，这里会进行一个相对应的验证，需要耐心等待一下啊，可能没有那么快，反正，然后再进行到相对应的关注，那也就是关注我们刚刚介绍这个 Particle 的这个 network， 然后在这里进行一下核验，应该这里其实响应速度应该是 OK 的，然后再是加入相对应的 Discord， 那同时也是要先去连接一下。那连接完成之后的话，我们就可以进入到下一步了。所以这个步骤不能被省略啊，还是比较关键的。目前的话，只要进行一下授权就可以，应该不用进入相对应的伺服器。然后这里应该也是需要再次进行一下核验。然后那下一步就是要进入到相对应的伺服器当中了。那目前的话是有很多人然后我们接受一下邀请。进入伺服器当中是否要进行一下核验，我这里尚未可知啊。
但是很明显的话，它这一个已经可以直接开始下一步操作了。那我们点击到这里，整个页面做起来还是相当的，还可以了，也没有特别好。然后在这里，那我也没有进行核验，但是他这边好像也判定我成功进入了这个频道，或者其实我感觉应该是我之前有做过这样一个项目，我可能确实做的太多，比较忘记了。那么我们再继续进行到下一个步骤，看一下这里，然后再次点击到这样一个，我们点击到这里，它这里的话会让我们去，其实就是存入相对应的一个 ETH， 然后再去那个这样的一个质押到这样一个网络当中啊。那很多人在说，我的 ETH 是什么？它是要用我的真钱吗？这里不是啊，这里是用测试币啊。那我们怎么样去拿到这个测试币呢？它这里所有的 ETH 的链接都在这里啊。那我再次跟大家说明一个问题啊，也是前段时间我一直想说，但是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来给大家说。首先这样一个领水页面，那同时我给大家分享了这样一个所有你能领到的领水网址。这是最新的啊，那是我今天刚做的，我到时候会分享在视频的那个评论区当中，那个视频简介处好了，在这里啊，所有的应该都可以囊括住，但是能领多少我这个没有办法保证啊，我只能说可以领，但是有些那个网站没有经过认证啊，可能会有一些风险，如果提示风险的话，你就不要再去领了啊。那么在相对应的这样一个页面当中，我先去给大家演示一下这样一个领水的啊，它其实这个很简单。你把这个梯子啊，我之前有说过，梯子切换成为香港节点或者是其他地方节点，可能会就是可以领，就是可以一直持续挖。但是啊，最新的消息是你把这个梯子关掉，就是在没有任何节点的情况下，就梯子关掉的情况下，你也是可以去挖取的。它这里用到的是你电脑的综合算力吧，应该是，所以它会占用大量的 CPU 的使用率。然后它会有很多个线程，然后你只要在那个区间当中，它应该是 0.05 大到那个 2.5 个这个期间当中都是可以去领取的。我不演示了，因为我在之前的视频已经演示非常多次了。那我们进行到这里，因为其实我账户当中也是有的。那目前的话，它是，那我们这边相对应质押成一个好了，你可以理解为它其实在这里是消耗大多数的舍普利亚的这样一个测试代币。所以就挺有意思的，我们来进行一下核验。然后首先要切换一下网络，它这里应该会进行一个付费的操作，我们来简单进行一下付费啊，然后点击一下确认，确认成功之后的话，这里应该会很积极的响应啊。那么同时的话，我们可以获得相对应的这个测试网的这个代币3002个，然后它这里会显示成功，我们相对应账户当中也是减少了一个。我们点一下这里，那么这边的话也是已经合约交互确认了，然后再次回到这样一个页面当中，我们已经完善了。看一下后续的这个步骤，那其实我们这边都已经解决掉了，对吧？开始录积分，然后积分的话是要在哪里看一下？首先要打开这样的 points， 然后我们看一下，目前是获得200的积分啊，在这里有所体现。那么首先在这里的话是我的这样一个邀请码，那在这里有所体现啊。那同时的话我会分享出来啊，它这里是可以获得到那个，如果你使用这样邀请码，也可以获得相对应的 PARTI 的这样一个分数点啊。那么看一下这个板块内容啊，它这里有 Tax 1、Tax 2，或者是这边的3，然后相对应的就代表着第一个任务、第二个任务、第三个任务。我们来看一下 Track In 的话，就是每日签到的这样一个工作，其实相当于，那我们进行一下相对应的 Confirm， 然后再去尝试切换一下网络，然后进行一下签名，这边应该会响应一下，然后等待一下它这边响应完成之后的话，就代表着每日签到应该是已经完成。对，它这里也是有所体现啊，那这里也是打了一个勾号，然后当天的第一天是可以获得100分数。然后后面是越来越多往后增，然后再来到板块2的内容，我们点到相对应的质押环节。那其实这一步我们就已经完成过了，这就是我们刚刚在完成的那一步。所以就是
所以刚刚一开始的200分数就是从这里获得的。如果你比较多的话，你可以尝试更多，因为它其实有说过在这里，但是只能完成1次啊，应该不可以完成第2次。第2次的话，它是不会给你分数的，这里要进行一下说明。然后我们看一下后续的这个步骤。完成任务3，很多3的话可能不知道怎么做，然后的话我们来这边来具体演示一下。首先要打开这样的一个钱包，那我们看一下要怎么去进行这样一个钱包的打开。打开这里，然后这就是属于他们测试网的这样一个钱包。那这里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要怎么做，其实比较简单了。我们首先打开这样一个测试钱包嘛，然后要把这个地址复制一下。然后在小狐狸钱包当中的话进行那个发送，然后地址的话就填入我们刚刚就是正在进行粘贴的这一个。然后的话，因为考虑到 Spolia 这个代币测试币啊很难获取，因为水龙头目前都比较枯竭了，我们只给到它 0.5 个这样子，然后我们进行到下一步，然后再次进行到这样一个确认就可以了。然后当前账户应该就会收取到相对应的这样一个币。那我们也同时可以去对照一下这里的步骤，那其实是一样的。完成上面的这个步骤之后的话，需要复制一下我们 MetaMask 的这个钱包地址。那我们这边进行一下复制，那你会发现它这里还是正在处理当中，说明链上的交易还是比较多的。OK， 那这边已经确认了，目前账户也减少了相对应的 0.5 个。再回到它的这一个测试网钱包，点发送，然后我们这边会有收取到这样的一个金额，然后点发送，相对应的我们的地址也要去进行一下 copy。然后的话，在这里的话是进行，那我们看一下它这里的这个步骤，因为发现好像跟我这个画面不太一样。点到这里，然后发送，然后地址是在这个地址上。我们目前它只有 0.1， 我们给到这个账户的话是 0.1 个就好了。然后再进行一下 send， 这边完成之后的话，然后再次进行，应该是在这个网页当中进行这样一个费用的支付啊。我们来进行一下 send， 那这里应该就会相对应的进行一下签名就可以了，应该是比较快的。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的意思是什么，我们来尝试翻译一下。它交易已提至区块链，你可以在这个区块浏览器当中查看，说明这个交易已经被执行了。那目前的话，我们账户也是少了 0.1 个，你也可以看得到。那当前的这里的话，估计是没有办法这么快体现啊。它这里也体现出来了，那么是目前是收获了 0.1 个，也就是我们刚刚发送的。它其实就钱包跟钱包之间的互转了。那这里完成之后的话，这个任务3一天可以最多交互100次啊，一次50积分，一共可以交互到5000分。但是为了防止内卷，每天这不是科学家的任务吗？我在想，这聊到现在不是科学家，这好吧，真是拿我们当黑奴。这个多次交互的话，很显然就可以那个科学家就很好做啊，因为他可以用一个脚本来直接进行这样一个每日交互。那我这里没有任何脚本可以做，因为我不会做那个方向上的东西。那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在群里面进行一下分享啊。我是暂时没有一个很好的脚本，我只能就可能手本一点，每日进行交互，但我也不会交互这么多次啊，因为可能他这个交互太多之后，有可能会被女巫，这个也说不好，因为看项目方的诚意了。然后我们这边交互完成之后的话，相对应的分数我们来进行一下刷新啊，看一下它是否有给到我们这样50的积分。这里的话都会有所体现，也是成功的，但是它这个分数好像给了，它现在给了。刚刚我们刷新之后是350分，那50分的话要延迟一下子。那这里的话就是相对应的这样一个步骤。勤劳的人总是有饭吃的。你在这个方向上，也就是在这个3的任务上进行100次的交互，我是觉得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是完全可以这样去做的啊。至于脚本啊，如果你研究不了的情况下，你可以在群里面尝试去问一下，我不知道群里面是否有
我觉得群里面应该都是有大神的，他刚好就会有这个脚本的这个功能的话，你就可以去询问一下他。以上就是我本期视频的所有教学内容，非常感谢各位观众一直能收看到现在。那同时还是在五一假期的期间当中，还是以大家为主，在五一当中有个非常愉快的假期。那我们就再见啦。